美军用高空气球监视中俄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是黔驴技穷，还是真的有用？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军计划于2023财年开始采购军用的高空气球，其目的是要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相关试验进行监视。美国的受访专家声称，气球配有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了监视设备，计划投放在距离地表 18.3 至 27.4 公里的高空。它们可以对价格更为昂贵的卫星系统加以补充。一般而言，气球能够成为各种平台的一个基础，包括搭载雷达、通讯系统、数据链系统、侦察设备等等。再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监视高超音速导弹和其他武器威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的确是这样。因为军用气球和小孩子玩的气球可不是一个概念。美军在进行的雷云演习中，曾经公开了8套特殊的高空气球系统，来充当超低轨道卫星的角色。除了进行光学、红外和电子侦察以外，还能作为通信节点来确保信息传输的顺畅，甚至呢能够为远程精确打击火力提供瞄准信息。俄罗斯的美洲豹高空气球能在不需要任何技术维修的情况下，在空中停留1个月，可昼夜执行侦察和监视任务。有网友会问，现在的一些军用气球和冷战时期的间谍气球有何不同？大致上区别不大，只不过现在的气球可能够飞得更高，留空时间更长，因此能够执行一定范围内的监视、跟踪等相关的任务。而冷战时期所使用的间谍气球，一般它的飞行高度呢是有限的，大概在几千米到1万米左右。目前各国正在开发的高空侦察气球啊，它们的飞行高度可要比过去的侦察气球的飞行高度要高得多。随着它们的视野更宽广，可以长时间的对敌方的战略区域实施侦察监控。如果这些高空气球它的声线能够达到30公里以上，那么基本上任何地空导弹武器系统都很难对它构成威胁。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军现在为什么又特别的对高空军用气球感兴趣呢？因为这种气球的飞行高度是介于卫星和一般的侦察机之间，因此它具有这两者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它和侦察卫星相比，距离地面较近，因此用同样的光学侦察设备可以做到看得更清晰。美军企图用这样的军用气球来监视高超音速导弹的试验和飞行，可以说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措施。但是这样的气球无论是漂浮的还是细流的，都需要依托一定的条件。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知道对手在什么地方试验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种军用气球可能根本就来不及赶到目的地上空。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某些国家的边境线上用激流式的气球来对敌方目标进行监视。但是很多试验不在边境地区进行的，那么你搞了激流气球也没有用。真正有用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场合，往往是对付那些中小国家，比如用于监视朝鲜或者是伊朗的相关导弹实验。因此虽然说美国国防部目前呢企图采用一种新的侦察手段来监控中国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和使用情况，但我个人的看法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